马来西亚的槟城 Penang 如何在半导体产业称霸整个东南亚呢？东南亚占了全球半导体封测市场的27% 份额，而马来西亚第二小的州或省槟城面积只有1048平方公里，相当于1.4个新加坡大小的地方，就占据了13% 的份额 market share。以一州一省之力力压东南亚各国。根据 Statista 的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马来西亚半导体封测收入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到了2019年，已经达到了287.6亿美元。尽管受到 COVID-19 大流行的干扰，槟城的总出口在2020年依旧持续增长，同比增长7%至3100亿令吉，相当于750亿美元。根据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馆的资料显示，马来西亚在全球后端半导体制造市场所占的份额高达10%，其中槟城一州就占了8%，槟城贡献了全马产量的80%，占全马来西亚整体电子电器出口的60%，在全球微电子组装和封测领域也占据优势地位。全球微处理器装备厂商的出货量有40% 是来自槟城 Penang。自2014年以来 ，E&E 产品连同专业、科学、控制仪器共占槟城年度出口总额的77至82%。如今，槟城拥有300多家跨国企业，而这300多家跨国企业得到3000多家与制造业相关的中小企业的扶持，和200多个全球服务中心的支持，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供应链体系。而全球50大半导体厂商，包括美国的 Intel、日本的 Panasonic， 还有 Texas Instruments 和 STMicroelectronics 等，都早已进驻槟城，并把槟城作为全球重要的基地。Intel 公司在1968年在美国开设第一间厂。1972年，他就来到槟城开设他的子公司。目前，该公司在槟城已经拥有10座现代化的组装厂，雇佣了9000名当地的人才，累计生产了40多亿颗微芯片。随着槟城作为一个充满活力区域电子电器制造中心而蓬勃发展，本地的人才库逐步累积了丰富的商业技能和技术经验，使强大的供应链能够与技术大趋势同步发展。这反过来使该州槟城能够专注于推动该行业向价值链上游发展的投资，而不再是最初的低成本的制造中心。因此，槟城近年来在高附加值功能上的上游技术相关投资激增，范围从研发 R&D 设计基于知识的解决方案，下游先进制造和测试全球商业服务 GBS 和卓越中心的活动 COE。槟城也常被誉为东方的硅谷，在制造最新的半导体和电子产品方面处于业界领先地位。它在2021年以3540亿令吉历史最高出口而位居马来西亚的榜首，产生了1010亿令吉的贸易顺差 （Trade Surplus）。2022年上半年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8%至2160亿令吉，占马来西亚出口总额的29%。这些都反映了国际市场对半导体、电气、电子等方面产品的需求持续在加强中。而槟城将在未来的日子里持续受益和增长，这都归功于早年槟城的领导人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定位正确。在槟城被取消自由港地位后，没有自暴自弃，马上制定出符合未来趋势的产业计划，让槟城不因此而没落，反而推动了产业升级，从港口和农业经济全面转型为工业经济，并带动整个槟城的持续发展，包括旅游业和服务业。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还记得打开那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槟城为何是马来西亚华人比例最高的州或省呢？它与中国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特殊关系呢？如果你还没看到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槟城于1786年被英国殖民政府开发为远东最早的商业中心，比新加坡还早。当时从外国大量引入劳工，也就是从中国和印度引入，把他们的文化和传统一并带入，造成现在槟城特有的景色。1786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与当时的吉打州苏丹就签下了英吉条约。条约写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吉打州受到敌国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攻击时，需为吉打州提供帮助，还有不能庇护吉打的敌人，并每年要支付吉打苏丹3万西班牙元，以换取冰岛的使用权。从此，冰岛就这样割让给了英国人。1791年，槟榔与对岸的威省也被割让给英国，也就是岛外的那部分。此后，两地逐渐被统称为槟城，也就是槟城现在的边界的依据。而槟城现在的供水也仰赖吉打和霹雳州来提供，情况类似新加坡。想了解更多关于槟城的地理、人口结构、文化和早年他们与中国的关系，
包括当年孙中山为何选择槟城作为南洋华侨革命总部而非新加坡，可以来我频道看上一期的作品。1826年，马六甲和新加坡的管辖权也转移到了槟城，海峡殖民地因此而成立，槟城更被确立为海峡殖民地的首都。此后靠着航运，经济发展得非常迅速。但槟城的好景不长，1946年英国的海峡殖民地瓦解，1957年马来半岛独立，原本属于海峡殖民地的槟城和马六甲也跟着一起独立。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驱逐出联邦。1969年，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就撤销了槟城作为自由港的地位，导致槟城瞬间经济支柱崩塌，失业率飙升。当时有大约20% 的年轻人失业，是马来西亚当时全国平均失业水平的2倍，大量人口外迁，更创下了当时马来西亚最高的移民率。而新加坡那时就趁势取代了槟城作为新的自由港的地位，但别灰心，转机很快就出现了。来自民政党的敦林昌佑博士于1969年5月成为槟城首席部长后，迅速制定了核心方案，计划把槟城过去严重依赖自由港的经济模式过渡到工业模式，并在868巴扬勒巴斯的前种植园地上设立自贸区，因为他认为槟城很小，如果拿来发展农业的话，效果不会显著，也无法带动整个州内各上下游经济活动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槟城还曾是英国的殖民地，采用英国的法律制度，所以他认为有机会可以吸引外资投入。因此不要再以为民政党没有贡献他对槟城的贡献是很大的，火箭是在他基础上再加强，这也是民政党今天还拿得出手为数不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种成就。在经过多个工业区和自由工业区的建设，槟城的经济又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到了1979年底，槟城的8个工业区共有130间工厂，共创造了47793个就业机会。电器和电子工厂是最大的雇主，共创造了22668个就业机会。槟城现在的制造业人数达到了30万人，占槟城总人口的18%，而相当大的比重是分布在电子和电器领域，几乎相等于槟州每5个人当中就有1人是在电子行业工作。而在过去5年中，马来西亚槟城的1&1电子和电器行业已经从简单的组件和半导体零件组装转向更高附加值产品和活动，包括集成电路和 IC 测试和设计、后端半导体、外包半导体组装和测试、电子制造服务、光电子、储存、印刷电路板和基板，以及前端和后端设备制造等。所以你认为马来西亚槟城在未来会不会诞生一个像台积电的马基电呢？欢迎在下方留言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想看马来西亚为什么是一届世界级的摩天大楼呢？光是吉隆坡就有3座全球 Top 25名以内的高楼了，背后到底有什么考量呢？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去看，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关注或订阅哦。